乌克兰战机配备美国武器，72公里外实施重磅打击，俄军能防住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据战区专栏报道，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汉克表示，提供给乌克兰空军的捷达姆 ER 增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已经可以投入战场，用于对付俄罗斯军队。捷达姆 ER 相比于捷达姆有一个更长的弹翼，滑翔距离更远，打击精度很高，爆炸威力巨大。这种弹药最远可以打击72公里外的目标。美国提供的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已经整合到了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和苏27战斗机上，这意味着整合捷达姆 ER 也不成问题。美国人甚至还打算为乌克兰的战斗机配备 AIM-120超视距空导弹，用于拦截俄罗斯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当前的俄乌冲突从表现形式看，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黑格将军称，俄乌双方以地制空，让两国空军正变得一文不值。俄罗斯空天军原来主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因为使用成本过高，投放量少，实际上未达成战略目的。而俄乌两军空军目前都缺少对前线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能力，因为没有防区外精确制导的武器，用战斗机俯冲攻击地面目标的打法，对于单兵防空导弹来说，基本上就是送人头。但是，随着俄罗斯军队开始使用一种简易的滑翔炸弹，乌克兰军队也拿到了美国提供的捷达姆。那么，未来的俄乌冲突，航空兵对地面部队进行火力支援的阶段可能就会到来。那么，乌克兰空军如果拿到了捷达姆滑翔炸弹，将拥有哪些优势呢？第一，捷达姆炸弹的使用成本低，美国的库存量大，是一种适合打消耗战的神器。第二，捷达姆的爆炸威力较大，攻击精度很高，可以用于打击铁路设施等交通线，或者是地面堡垒阵地。捷达姆的弹重可达500公斤，这可不是海马斯的火箭炮那点爆炸威力可以比的。第三，如果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较大，捷达姆的打击范围将更广，从而进一步增加俄军的防空压力。捷达姆滑翔炸弹虽然只有70多公里的射程，但是乌军的战斗机可有上千公里的作战半径，所以这个威胁还是相当大的。第四，美国不只是给捷达姆炸弹，还将向乌克兰提供捷达姆炸弹的改装套件。如果乌克兰把自己的传统铁炸弹也给利用起来，那么这些乌军版的捷达姆炸弹在使用时将不受限制，可能会被用于打击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目标。面对这种威胁，俄罗斯军队当然也有应对的办法，其主要措施是：第一，提升对乌克兰战斗机的预警拦截能力。只要将乌军的战斗机干掉，捷达姆炸弹就没有威胁了。毕竟乌军飞机投射捷达姆炸弹时，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滑翔距离，需要战斗机拉升到1万米以上，而在这样的高度飞行，很容易被雷达发现，搞不好就会成为俄军战斗机和地面防空导弹的活靶子。第二，用地空导弹对捷达姆滑翔炸弹进行拦截。捷达姆炸弹的滑翔速度比较慢，雷达反射截面积呢比较大，用地空导弹拦截这类炸弹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需要部署足够多的战场防空系统。第三，打击乌克兰空军的机场，让乌军战斗机不能轻易起飞。仗打到现在，俄罗斯军队似乎不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但是打总比不打强。攻击机场远比攻击战斗机更能取得成效。综合起来看，俄乌双方在使用滑翔炸弹方面各有优势。乌克兰的优势是捷达姆炸弹的改装套件性能先进，炸弹的滑翔距离比较远，打击精度也更高，而且武器库存量非常大。缺点是乌军的战斗机数量不足，而且可能面临着被俄军猎杀的风险，需要在己方防空系统的保护下作战。俄罗斯的优势是己方战斗机可以更安全地使用滑翔炸弹，缺点是受西方制裁，其元器件的来源有限，产量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俄式滑翔炸弹的攻击精度也没有美国的产品好，所以俄罗斯军队当前面临的考验可能会更大些。
因为美国人的这种武器已经玩了几十年了，技术成熟，教会乌克兰不会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双方飞行员如何在战场上机动灵活地使用这类无动力的精确制导武器，以达成作战目的。还是那句话，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